发年终奖时，我获得了800万，老板就说我拿的太多不利于团结，于是就让财务再给我加一点，改成800.0000块。年会上，公司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小王啊，为了公司大局，你带头降薪和调整奖金，没意见吧？可我竟笑了出来，并爽快地答应了老板的要求。我当然没问题，只因他们并不知道公司最大的甲方是我老姨。就在昨天，公司要发年终奖，老总却找我谈话。小王，这次降薪上面意思你带个头，你们组你薪资最多，同事们意见都很大，不利于团结。我回过神质问他，公司什么时候公开待遇了？不是不让讨论薪水，其他同事怎么会清楚待遇差别呢？这个嘛，纸是包不住火的。你的年终奖被领导平衡，分给了新来的小刘。年轻人更需要鼓励，才能尽快的成长。我只思考了3秒，便爽快回复。老罗倒是没想到我这么痛快，越来越有大局玩了，我看好你。真是可笑，我辛苦干了1年，尤其项目赶工期的时候，几乎零零七地泡在项目上，年底不但没有奖励，还要受到惩罚。回到工位，刘冉居然坐在我位置上，而我的其他东西不见踪影。王哥，我体质偏寒，原来那个位置空调不足，我跟罗所申请了坐这里，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我平静地问他，我东西呢？哎呀，王哥，你要是生气的话，我换回来就是了嘛。你东西都在我那边呢，一样没少。看了眼周围的组员，平时一个个嘻嘻哈哈的围在我周围的，现在都低头假装很忙。不用了，你爱做就做个够吧，组长也让你做好。我甩下一句话，就坐到了刘冉以前的位置。刘冉却顺着我的话说道，真的吗，王哥？今年开始，我们组长实行轮岗制，从今天起，小刘就是新组长。L 那个案子负责人也转为他。网络你也忙了1年了，歇一歇。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我带头鼓掌，恭喜啊，刘组长，今后带领我们再创辉煌。随后周边掌声也陆续的响起。张总走后，我转身也走到楼梯间，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老爷，给我们公司那笔款先不要打了，老板说钱太多影响团结。你被你们公司欺负了，我早就叫你回来自家公司舒服当甲方，你不听，非要去乙方干那苦逼技术。现在知道后悔了，赶紧回来帮着打理这一大摊子。后悔，但还不到走的时候。只降薪我一个，组长职位突然撤掉，年终奖全给刘冉，统统的都只有一个真相，就是不花1分钱赔偿，逼我自己辞职走人。近年来地产不景气，连带建筑行业也很惨，设计行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这几年我在设计公司见得多了，无良领导的常用裁员方式不直接 N+1赔偿，而是用降薪，甚至只发底薪，但工作量却暴增，强制997的方式，逼你不得不自行离开。公司还不需要赔偿1分钱，毕竟是你自己扛不住要走的啊。我们公司用这种方式逼走了很多骨干。我们公司算是业内有名的建筑事务所，业务萎缩到只有部分老项目后期服务，业务拓展不利时，公司把经营压力垂直传导到生产人员身上，美其名曰人人经营。当时我身为组长，也背负了几百万的合同压力。我爸见我到处奔波太累，直接让老姨把家族产业国际连锁5星级酒店 LL 的新酒店设计案委托给我们公司了，总设计费都有1000万。因此我所在公司目前最大的金主居然是我家的家族企业。根据合同，今年是合作第1年，年底不需要回款那么多的比例，甚至以现在行业潜规则，拖欠几年都很常见。但因为老姨怕我年底拿不到年终奖不高兴，特意交代财务提前给我们公司拨付1半设计费用。我平时很低调，只知道埋头设计和跑工地，他们并不了解我和金主公司的关系。在确定明天甲方会打款之后，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分到大头奖金，火速的把我撤职。可惜了，这次他们想裁掉的正好是公司的金主大动脉，就算要裁员，给我合法的赔偿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现在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我一个工作8年的老员工绝不可能接受。正好快到中午了，我先悠闲的去楼下商场吃了个饭，回来在车里睡了个午觉。下午2点整我才点进入办公室，办公桌还是刚才刘冉搬过来乱糟糟的样子。我看了一眼，拿了点纸巾就往厕所走。刘冉看到我像是见到救星。王组，王洛，酒店行政楼的优化设计图纸改好的发我，甲方项目经理在催。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先去抽根烟。我甩下这句话，直接去了消防通道，先双排了一把，又追了一会儿剧，蹲的腿有点麻了。我打算站起来，突然听到刘冉杀猪一样的声音在门口喊：王洛，你掉进坑里了！打了10几个电话也不接，甲方在催你没听到啊！等他咆哮了一会儿，我才慢悠悠的走出来。哦，我手机不小心开了免打扰，今天有点事子。以往他偷懒摸鱼的时候，就经常爱借口拉肚子，我这也都是跟他学的。别啰嗦了，赶紧画方案吧。不行啊，我这电脑都没连好呢，怎么画呀？你去我电脑上画。小丁，你帮他电脑连好。不行啊，
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不想画就别画了。小丁，你把这个图优化了，我还就不信这个公司没有它就转不动了。我之前画的方案被毙了几次了。这个项目经理专业出身，挑剔又不好糊弄，除了王洛，没人能让他满意。不就是个方案优化吗？跟我当初申请国外作品集比起来，简单多了。我自己来。是啊，就刘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那肯定得惊艳甲方。哼。复制图形点哪个按钮？我们在国外都是用苹果系统，这种老土的系统用不惯。行，你开心就好，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刘冉折腾了半天，似乎怎么都不得劲，拉着小丁坐到一旁，他口头指挥，小丁操作修改，两人吭哧吭哧的搞了一个下午都没改好。刘冉已经娇滴滴的给甲方那个项目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道歉。王经理真的不好意思啦，进度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嘛。5点29分，我踩着点站在打卡机前，时间1到30分，马上刷脸消失在办公室。没想到车子刚开出停车场，张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王洛，别人都在忙着改图，你去哪儿了？甲方催了一下午，你聋了还是瞎了？马上回来加班，今晚12点前必须出图。啊，甲方没找我啊。再说刘组长亲自出马，甲方还不是轻松的被拿捏，我就不添乱，先下班了。他刚上任，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你赶紧回来，这是死命令。年终奖还想不想要了？年终奖我的不是都分给刘冉了吗？正好让他帮我把班也加了。我随手将手机开成勿扰，和哥们儿美美的约饭去了。不用加班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为了工作，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和朋友好好的聚聚了。这一年来，几乎每天都90点才下班，通宵更是经常发生。公司高层觉得我们之所以业绩不好，是因为工作量不饱和，可业务量急剧萎缩也不是员工的问题，经营部门不去拓展市场，反过来怪生产部门工作量不足。第二天9点，我准时的打卡上班，走进办公室，同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一看见我，小丁像看到了救星般的冲了过来。王哥，你可来了！昨晚怎么都联系不上你，我们都要改疯了。甲方就是不通过，张总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回家。我看着他们，想到无数日夜里我们也曾并肩作战，攻克各个项目，但昨天我被撤职时，却没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或者哪怕是安慰我一句。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我理解，但不代表我心里不介意。刘组长可是高级海务人才，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当然，我出马肯定10拿9稳，要不然怎么我是组长？能力不足的就只能打杂。刘冉意气风发地走进来，一扫昨天改方案的焦头烂额，看上去也不像通宵加过班的样子，近看甚至眉目含春，比平时气色还好。小王，我就说还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你以为没有你画图，甲方就过不了？没想到吧？小刘人家直接连夜搞定了甲方。我有点惊讶，昨晚项目经理陆总连夜问我，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我当时如实相告，对方说如果影响项目会追究我司法律责任。这个陆总一直很负责，不可能这么好说话，随便改变决定。没想到张总又接着吩咐，今天你们接着整。昨天小刘已经和甲方说好，图可以拖到今晚12点再出。王洛，你电脑我已经找人装好了，这次你没借口不改图了吧？好啊，上班时间我一定认真的改。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只要甲方满意了，等下午回款到账，我还是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年终奖。张总和刘冉见我屈服，说笑着走了。临走，刘冉还对小丁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盯着点我。等他们离开，我随手打开了电脑，然后打开手机，一边追剧一边吃牛肉粉，慢慢的嗦完粉。才过了半小时，我去了眼旁边一脸便秘似的小丁。王哥，你吃的差不多了吗？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能不能……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没有啊，别担心，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王哥，刘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我都不在群里，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吧。我先去厕所了。我拎起吃完的外卖盒就往洗手间走，先带薪拉屎，然后又去找前台美女，跟她吃了半天娱乐圈的瓜。王洛，甲方那儿催的火烧人头，你在干啥？还有多久能出图？王洛，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仗着有点技术就不可一世，工作都不做了，干得了干，干不了麻溜的给我收拾滚蛋。行啊，无固定期限合同，2N 赔偿，今天到账，我王洛马上打包走人。哼，想得挺美，2N，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都已经够意思了。王洛，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建筑圈这么小，你闹得这么僵，我看你是想以后都封杀了。饶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也气得浑身发冷。这些年我兢兢业业，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就因为他的关系户要上位，就这么把别人不当人，踩到脚底，还要断送前途来威胁。那你要不试试看，怎么封杀我？
张总，不好了，不好了！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服务没让他们满意。打不打款都没你的份儿，不要幸灾乐祸的那么早。说实话，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忍受这一切，也怪自己傻。刚毕业就抱着对建筑设计的幻想和喜欢，来了这家知名事务所，以为可以在此成为飞升行业的设计师，一待就是8年。一开始公司也没有这么没人性，后来行业衰败，业绩下滑，又换了个合伙人，才越来越过分。甚至白天老板都不来公司，晚上10点准时的拿着手机来办公室巡视，照片发到群，哪个部门灯没亮，还点名批评那些空着的工位。谁要是通宵了，就会喜提全司表扬一次，但第2天也只让调休半天。老板原话：反正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嘛，家庭谁管？没有公司养活你，哪有家？这么奇葩的环境，要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心，想把手头亲自设计的自家酒店完工，我也早就该走了。吵完架回到工位，周围嘀嘀咕咕的传来一些讨论。年终奖到账后，打算去哪里搓一顿。没多久，张总办公室传来咆哮：发！拿什么发？现在账上连这个月工资都不够！声音太大，整个公共办公室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面上都浮上了焦虑。2分钟后，张总把我和老罗、刘冉都喊进了办公室。刚一进去，他就把杯子往桌上使劲的一搁。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现在甲方很不满，已经严重到影响了打款，你看看怎么办吧。耽误了发年终奖，你去跟全公司人解释。关我什么事？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又不负责经营回款，我解释什么？最关键年终奖也没我1分钱，我怕啥？好，老罗，你是他们领导，你说说项目为什么推进有问题？昨天不是说甲方已经搞定了吗？张总，我也没办法呀。昨晚小刘陪项目副总好吃好喝 KTV 一条龙，好不容易把他哄开心了，把出图时间推迟了。谁知道王洛他一直不肯改方案，人家上面还有别的领导，耽误进度肯定得发火啊。老罗把责任都推给了我，丝毫不提现在这个项目负责人刘冉的问题。刘冉点头补充道：对了，这个项目本来就是王洛牵的线，李莹他负责回款。张总似乎才想起这茬。小王啊，刚刚我火气太大了，也是被甲方催的，你别介意。看着他那满脸褶子，我恶心透了。我一个人扛太多回款，不利于团结，还是分担给大家吧。你说什么？张总和老罗脸色彻底的黑成锅底。说完我就走了，不管里面怎么砸东西，骂人发疯。王洛，你这个混蛋，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后面就见张总带着老罗杀去了甲方。老姨中午给我发信息邀功，说他们去拜访，都让他们没上得了楼，活生生的在大堂等了1个下午，最后连他的面都没见到，别说要钱了。我满意了，按时下班回家，以为都这样撕破脸了，他们不会再来找我，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人脸皮的厚度。晚上张总居然领着刘冉亲自上我家来找我了。王洛，对不起，就当是我求你了，你去帮着回款吧，大过年的。或者你出面找中间人说说，好歹让我们见总裁，我当面去求他。张总舔着脸说完，又示意刘冉给我道歉。对不起，王哥。他不咸不淡地说了句：不好意思啊，张总，我只是个普通员工而已，真的扛不起那么大的责任。您另请高明吧。等你把这件事解决，我就恢复你的组长职位哦。还有这个项目还是继续给你负责。张总拦着我关门，开出了自以为诱惑的条件。他真以为我那么在乎这破职位？不必了，这个福气还是留给您外甥女吧。等过了这个坎儿，我怕又把我下了，上上下下的也麻烦。我说完直接关上了门。不出所料，门外又传来骂街声。王洛，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搞人！第2天我依旧踩点上班打卡，没想到怎么也打不进。王洛，你被裁了，这是通知书和你的东西，带上它滚。再出现在这个办公室就视为盗窃商业秘密。不过你跪下来求我，或许我可以考虑帮你求情留下来。我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好，你再说一遍。我凭什么再说一遍？想去仲裁你就去仲裁个够啊！我看你半点背景没有，怎么赢得了公司？我把这段也录下来了。他这种不懂法的迷之自信是从哪里来的？王洛，你还是好好的签了协议吧。眼下1分钱没回到公司也不可能有钱赔你，赖着不走也影响你过年。再说好聚好散，以后在圈子里也好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现在这个环境，外面工作多难找，我看你是不知道，
要是被调时公司再随便说几句，我看你就喝一辈子西磊风去吧。我没跟他多废话，直接拒绝了签字，抱着我的箱子出门就去了仲裁。由于我提供的证据充分，仲裁委很快的受理了我的案件。好在2个月下来，公司最终还是输了。依照判决，要按照2N 给予我赔偿。本来他们拒绝赔偿，打算赖账，我又立即跟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才要到了钱。据说由于回款困难，这笔赔偿金还是支取了一部分员工代发工资垫付的。由于年终奖迟迟的不发，员工都已经怨声载道，现在再加上工资迟发和007的加班新规，整个公司戾气都很重，分分钟就要爆发激烈矛盾的节奏。到了这种地步，我已经彻底的和原公司结下了仇，甚至听说张总真的利用建筑圈人脉，到处散布我的坏话，说我偷奸耍滑、背信弃义，几乎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名声严重受损。估计他以为这样，我至少在本地设计圈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没想到我拿到劳动合同解除书那天，就入职了自家企业，并且主动的申请负责这个新酒店项目。上任当天，我就吩咐项目经理把项目组成员全部都叫来项目办开会。项目办设在工地旁的临时板房里，刘冉不顾工地的沙石泥地，踩着细高跟，穿着性感的紧身裙就来了，依旧跟着亲自为他到场护驾的张总。我今天直接从家里开车过来，比其他同事都来得早。小刘，他俩估计也没想到会在板房外遇到戴着安全帽的我。哟，王大建筑师啊，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了，这是去了施工单位当组织员，还是来我们工地搬砖了？刘然也笑得一脸得意，不过他厚厚的遮瑕还是没遮住黑眼圈的憔悴。想必这2个月，这个草包没少熬夜。从公司前台那儿听说，张总给他重金请了个外援团队，以私活的形式外包了图纸的设计修改。这种做法市场上也经常有，层层转包，但在我们项目合同里是明显的违规的。我得知后按兵不动，心里却有了计划。好好的求求我们，我们还可以在甲方面前替你们施工方美言几句，或者给你们漏点油水。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许是被我的眼光刺伤了。闲杂人等赶紧离开吧，这里是甲方和设计方开会的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场合，拉低档次。我寻思我只不过为了来工地方便，穿了运动装而已，他们凭什么认定了我就干了施工？我有那么接地气吗？我没理他们，刘冉却拦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一个泥腿子也配进这种地方？此时其他参会同事也到了，为首的是项目经理陆琪。张总换上笑脸迎了上去。陆总，您辛苦了，这大冷天的。陆琪看了眼门口的我，就听刘冉又冲我凶道：王洛，你这人怎么那么眼力劲儿？没见甲方领导来了，还不赶紧让开？是啊，这施工单位的也不赶紧来管管你们员工，在这瞎添乱。王总，我们刚刚顺便去工地视察了一圈，发现了一些问题，等会儿会上讨论吧。我笑笑，带头往会议室走去，直接坐在了会议桌 C 位。张总和刘冉2人此刻已经呆若木鸡。陆琪，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怎么一直门外站着？别耽误时间了，王总一会儿还有会。被点醒的张总和刘冉赶紧走进来，找了角落的空位坐下。从2人像吃了屎一样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我甚至看到张总偷偷的掐了一把自己胳膊，疼得龇牙咧嘴。会议一开始，陆琪就正式的介绍了我一遍，说我是总部派来主管本项目的集团副总，今后项目的一切重要事宜，包括进度款，都要经过我批示才可以。听见角落的吸气声，我瞟了过去，张总脸色又苍白了几个度，额头也冒着汗。我没废话，上来就把项目的最近管理方案甩了出来。这也是我这2个月维权期间抽空梳理的，每一条都认真修订过。陆琪，介绍一下刚才巡视工地的问题。除了部分是施工方的责任，还有不少是设计方的图纸不完善造成的。陆琪虽然管理也严格，但毕竟不是画图出身，一毕业就干了设计管理，他对于技术细节的把控还是有所局限。正好我对原公司所有的设计图纸可能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都门清，我把设计方最新的图纸甩在桌上。设计方负责人给我个解释，你们最近图纸的问题我梳理了下，大大小小差不多上百个，都圈出来了。张总被点到名，汗水直流，不知该从何说起。让我们项目负责人刘工跟您解释下吧。刘冉，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刘冉被他推起来，也是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连带着一旁的监理人员都开始不安。现在张总看着图纸上审核内栏签着自己的印章，想推掉责任都没法。想必他无比后悔当初作弊考了个注册建筑师，却连基本的审图能力都没有。他本来就是挤掉原来合伙人那个真正有才华的建筑师才上的位。看够了笑话，我一锤定音。既然项目负责人都无法解释，那就认定是设计方的问题了。设计方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的返空全部费用从设计费里扣，做好记录。这一扣估计没有几十万也下不来。张总还有高见？没有。在座各位都请用点心啊。我们 LL 项目不养闲人，
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蛋。不知道张总和刘冉有没有汗流浃背？接下来我会让你们过得更精彩。自从知道我现在是 LL 集团副总后，他们好像就通过各种渠道想邀请我吃饭。可是我当过一次傻子了，不会再当第二次，没给过他们一点机会。因为我特意的盯着那些质量问题的整改，设计方最近都被陆琪集中召集在工地现场驻扎办公，动态改图。尤其是这2个月的图纸，几乎是重新画了10几遍。每次他们交上来图纸，自以为可以了，我却总能挑出问题来，再打回去改，并且每一次我都要刘冉亲自来给我解释。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处标高还是错的？刘冉每天被迫住在工地的宿舍，出入也没有了以前的精致，熬夜过多让他浑浑噩噩，肉眼可见的心力交瘁。估计他都后悔死了，早知道还不如就在公司当一个花瓶关系户，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吃这份普通人吃的苦。小刘啊，你这方案怎么回事？第20版了，你就这水平？不是说海归吗？你们团队要是再改不出满意的方案，我就换人了。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啊！王总，我们再去改，一定改到您满意。那我们的回款可以考虑下吗？回款？耽误的工期我都还没跟你们算账。第2天，他终于没来报道，听说请了长病假，顺便还去总部把我告了。接到老姨报信的电话，我都笑了。趁着集团分公司10年庆，我让人给作为合作伙伴的设计方也发了几份邀请函。好戏开场。庆典那天，果然张总和刘冉又一起来了。刘组长这病势好了就赶紧回来项目呀。他像是听了鬼故事一样，当场脸就白了几度。张总见到我也有点慌，脸上堆着笑，估计在猜测到底对我的投诉有没有用。主持人隆重的介绍集团总裁骆总登场，也就是我老姨。老姨代表总部致辞后，随后她拨开人群，特意的走到了我面前，邀请我跳第1支舞。跳支舞吧。老姨，哎，不好意思 ，LL 集团姓王。对了，我叫什么来着？下次投诉我前，麻烦打听下我名字怎么来的好吗？3天后，张总公司接到了我们集团发去的律师函，上面清楚地罗列了从刘冉接手这个项目以来造成的所有图纸错漏问题，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巨大返工费用清单，并附上了张总给我方项目副总行贿换取中间好处。鉴于他们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当初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层层外包，并出现重大技术问题，无法再继续合作，由此给项目造成了较大的工期延误。甲方按合同约定索赔天价违约金。法院判决后，原公司最终因为天价赔偿原地倒闭，天天都堵满了要账的人，高管们都不敢出门，更别说找其他工作。张总作为法人坐了牢，刘冉也第一时间跑了。不过听说他再去任何设计公司找工作，人家都不要他了。知道他是个干倒亲戚大公司的牛人，我常想，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工族，面对严重不公正待遇时该多绝望。但我想人都年轻过，单纯过，傻傻的付出过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早些醒悟了就好，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人生相逢。